丁统治下的殷商王朝发展势头迅猛，被后人称为武丁中兴。这一时期，殷商王朝伴随着大量的战争，通过史书和甲骨文记录，我们得以窥见武丁时代的一些情况。然而，这些情况很难被系统性的了解。殷商王朝对南方长江流域的控制从九世之乱时期就开始逐渐减弱。长江流域的铜矿对商人的青铜器产业至关重要，因此武丁对南方发动了战争。《诗经·商颂》中的踏比殷武，奋伐荆楚，一般被认为是对武丁征伐南方江汉平原的描写。武丁对南方的征伐不止一次，商王朝可能在隋藻走廊地区分封了一系列的诸侯国。在一次针对虎方的征讨行动中，武丁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在回师途中，左军作为前锋驻扎在曾，中军作为主力部队驻扎在虞，右军作为殿后部队驻扎在我。殷商的军队在出征时往往采用这种三军形态，行军时左军在前，右军在后。抵达战场后，左右两军配合主将所在的中军摆开阵势，投入作战。武丁南征的目标可能是彭蠡泽西侧长江以南的瑞昌岭铜矿。战争胜利后，武丁的军队带着从铜矿开采熔铸成的铜块班师，这些铜块被称为黄铝，意思大概是黄色的铜金属方块。在武丁南征及其之后的岁月里，无数的黄铝从瑞昌岭铜矿出发，穿过汉江东岸隋藻走廊的虞、曾等殷商诸侯国，经由南阳盆地从方城山北上，抵达郑州商城和北方太行山东路的殷都。在殷商的大型都会城市里，有着大大小小的铜器作坊，铸铜工匠们将黄铝融化，按照比例加入锡铅等其他原料混合，制成一件件崭新的青铜器。有些青铜器在王室贵族们的日常生活中和祭祀仪式上使用，有些青铜器被人装上牛车运送到其他方国君主那里，换取各种难得的地方特色物产。还有一些青铜兵器被安装在各种木柄之上，殷商的军队装备着这些青铜兵器，继续征战四方。殷商的都城坐落在太行山东路，为了保障王都的安全，商王必须保证太行山西边的部族方国绝对忠诚于殷商王朝。另一方面，如今在内蒙古地区发现了一些古铜矿，不知道武丁大举征伐西北是否有打通西北铜矿的目的。武丁在位初期曾经花费大力气去征讨一个叫芷的方国，有观点认为芷方可能在如今的山西平遥和汾阳之间。后世战国时代的人们曾经记录过这一地区有一个大型湖泊，人们管这个大型湖泊叫做昭于岐。这个大型湖泊在后世不断淤塞，最终消失。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这个大湖在武丁时代也存在着，芷方就是在昭于岐湖边居住的方国。在武丁看来，这个芷方非常重要，必须要把它拿下。武丁曾经拥有3000人的军队去征讨芷方，甚至一度领兵亲征，派遣符合以前去捉拿芷方的首领芷国。后来芷国归顺了殷商，殷商王朝对芷方实行了羁縻统治，芷国继续在原地管理着自己的方国，并且配合武丁对外作战，成为武丁时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武丁十分看重芷国这个人，会在占卜过程中经常询问关于他的事，如芷国是否会来的路上会遭遇到灾祸吗？是得了什么病吗？方国今年会丰收吗？是否要带上芷国一起去视察秋收工作等。芷国也会参与到殷商王朝的祭祀活动当中来。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芷国会参与到武丁的军事行动当中，在战争中芷国会率领左军充当先锋，为武丁的中军开路。芷国归顺武丁之后不久，就参加了殷商对谭方的战争，武丁本人亲临前线，子商和子孝作为主要的将领。此时的芷国因为刚刚归顺不久，只能在战争当中打下手。而除了芷国之外，武丁时期还有一个身份很特殊的将领参与到战争当中。武丁一生中有过60多个后妃，而这些后妃来自不同的方国，他们能够代表各自的方国来到殷都，伴随在商王武丁的身边，代表着这些方国和殷商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后妃当中，有一个身份最为尊贵的人，就是商王的嫡妻王后。
武丁一生中有过3任王后，其中第1任就是妇好。妇好的好字，有的观点认为应该读作字，但大多数人应该还是习惯读作好。妇是商王朝贵族女官的一种称呼，好或许代表着妇好出身因商宗室子姓家族，或者是某个叫做子的方国。作为王后，妇好在王宫之内负责管理祭品用牛，也负责总管祭祀活动。在王宫之外，妇好还会带领军队参与到王朝对外的军事活动当中，比如针对八方的战争。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八方位于如今的山西省交城县附近。关于武丁征伐八方等原因目前并不清楚。在针对八方的战争当中，武丁领兵从八方的东面发起进攻，八方的军队被击败向西逃窜，然后碰到了在西边严阵以待的妇好和芷国的军队。妇好、芷国、武丁带领的3支军队一起展开了对八方的围剿。此外，有观点认为西北方向的西人也参与了进来，这些西人习惯把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有人认为妇好墓中出土的留着辫子的玉人就是西人。西人长期向殷商王朝进贡白马，这次又参与到了针对八方的围剿当中。八方在商军及其属国军队的围剿之下最终失败，臣服于殷商王朝。除了针对八方的战争之外，妇好还参与到了很多战争当中，例如针对羌方和师夷方的战争。商王武丁对于妇好这个王后很重视，除了祭祀和征战以外，还很重视她的生育情况。在阴历某年2月最后一天庚子日，正是仲夏时节，殷都之外的农田里人们或许正在为干旱和蝗虫而担忧，而武丁此时还要担忧另外一件事，王后妇好的预产期到了。他让真人俏在卜辞中询问上天，王后妇好会生儿子吗？妇好一生中多次生育，武丁一直期待他能生个儿子好继承自己的王位。第2天阴历3月第1天辛丑日，武丁再次让真人俏占卜，王后妇好会生儿子吗？当天妇好似乎是生下了儿子。在真人艮的卜辞当中，我们得知武丁亲自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字叫做丹。有观点认为后来甲骨文中记载的小王就是子丹。小王是殷商前期人们对太子的称呼方式，子丹作为商王嫡妻王后妇好所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武丁在位晚期前段，妇好去世，日明辛，被称为比辛。作为比辛，妇好的儿子武丁的太子，人们口中的小王。有观点认为妇好墓葬中有5件刻有司母辛的文字器物，就是子丹进献的。妇好去世之后，武丁还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给妇好配冥婚，冥婚的对象包括成汤、太甲以及小乙。也许在商人看来，这样做就能让比辛妇好在另一个世界里被历代先公保护。后来武丁又有了第2任王后，去世之后被称为比鬼。根据记载，武丁听信了后期的诋毁言论，将太子逐出了王都。太子没有武丁当年那么幸运，死在了王都之外。甲骨文资料显示，小王子丹在武丁在位时期就去世了，日明己，传世文献记载为孝己。后世的商王称呼他为兄己、父己、祖己，但是武丁流放自己的继承人未必就全是听信谗言的结果。祖己可能是和武丁在执政理念上或者其他方面产生了冲突，导致最终被流放而死。而即使真的有个后妈在武丁面前说祖己的坏话，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说太子祖己坏话的后妈就是比鬼，因为比鬼去世之后，武丁又有了第3个王后傅敬。后来的商王应该是他的儿子。从名字来看，傅敬来自景方，有观点认为景方的位置在穿越太行山重要的通道景兴附近，也有观点认为景方在山西南部地区景兴东部出入口附近，是傅敬的封地。总之，这一地区对殷商王朝非常重要。而在这一地区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还出土过铁刃铜钺，铁刃经过分析为云铁铸造，镶嵌在铜钺的边缘。有观点认为这种铁刃铜钺就是史书中提到过的玄钺，钺代表军权。妇好的墓中也有水上的铜钺，而傅景和妇好一样，也是一个能够领兵作战的重要将领。甲骨文资料记载，傅景曾经带领军队征讨过龙方。傅景去世之后，日名为戊，被称为比戊或者母戊。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他的东西。
富豪去世之后，殷商王朝的战争行动还在继续，而武丁初期任命的师秉大致在武丁中期偏早阶段就去世了，日名为人，被称为妇人。武丁曾经占卜过去世的师秉会不会降下灾祸，后来接替秉担任师这一职位的是另一个贵族哥可能在武丁在位晚期去世。武丁任命盘担任师的职位，盘也就可以称之为师盘了。甲骨文显示，师盘曾经征伐过彭、龙、彪等方国，而师盘还深度参与到了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的过程当中。芷国归顺殷商之后，琼方前来攻打芷方，芷国迅速派人前去殷都，把战争的消息送到了武丁那里，然后自己就先行开展了对琼方的作战。毕竟战争的前线就在自己家，武丁这边先在祭祀仪式上把琼方入侵的情况报告给先公先王，然后反复占卜要和芷国并肩作战吗？还是不要和芷国并肩作战呢？最终武丁决定带领军队亲自前往征讨琼方，还祭祀了先王以及已经去世的富豪，祈求他们保佑这场战争取得胜利。芷国在战争当中带领自己的方国与琼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且亲自带人去侦察敌情。武丁的军队抵达战场之后，商军与琼方的军队列阵对垒，芷国作为商军的左军统领，带领部队率先发起对敌军的突击，师盘带领蜀国军队配合协同武丁和芷国作战。最终经过连续3年的艰苦战争，商军击败了琼方的军队，琼方的首领也被抓住，从此彻底臣服于殷商王朝。此后的甲骨文里再也没有过琼方入侵的记录。之后土方向西入侵了芷方，向南入侵了梅方，芷国的军情报到5天就到了武丁的手里，而梅方国的首领不知道是战死了还是怎么样，他那个似乎是从孤竹国迎娶来的夫人梅七竹将军情奏报送到了武丁那里，这份军情奏报9天后到了武丁的手里，似乎可以看得出来这次战争的规模不小。武丁把情况报告给历代先祖之后，经过占卜，最终决定带兵亲征。武丁和芷国在战场上互相配合，最后成功击败土方的军队，土方残余势力逃跑，从此销声匿迹。此外，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的战争也持续了3年。武丁时期的战争不止这些，涉及到的方国有40多个，参与到战争当中的军事将领除了富豪、傅敬、芷国、师盘以外，还有阙、胡、符、望成、子商、子孝、子瑜等人。据统计，甲骨文上有记录的军事人物有33人，而武丁在位59年期间大小战争无数，这中间产生了大量的战俘，其中大多数应该都成了奴隶，他们的经历成为了武丁时代的另一个主角，我们将在下期视频里进行讲解。